看完这个消息以后，才领略到，我的天哪，原来他们是这样的不可超越。我们以前一直听说中国大陆稀土多么的厉害，还有它的制造业怎么样的强大，只是听一些数据而已。直到今天看完这个消息以后，才领略到，我的天哪，原来他们是这样的不可超越。在1年之内，他们把整个基建全部做完。他建了一条铁路长600公里，他沿途跨越，他那个山起起伏伏的，那为什么以前人家不做？因为那个太难了，你要怎么建这么多桥？300多座桥，然后还有港口。外国人这样子讲，他们到今天才知道中国的经济这么厉害。全世界品质最高的铁砂，中国占有47%，可以制造出品质最优的钢。中国战略做很大的改变，还可以去谈判。我们之前谈了很多中国大陆手上的杀手锏就是稀土，不过现在可能会复制稀土之路，有另外一个第2张中国的必杀杀手锏，也就是它的王牌，就是铁矿了。今天中国大陆在西非这边有正式的另外一个布局，执掌这个叫超级铁矿西芒度。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关心。另外这个铁矿现在过去都是由人民币做交易的，现在确立会有人民币结算，震撼全球。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好，全球都还在关心这个习川会的后续政治的这个烟雾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则是在非洲地区悄悄打开了一场新的地缘经济的新战场，也就是今天我们会来关心的这个西芒度的铁矿全面贯通，全长再加上它的配套铁路，一共是长达了552公里，是全球最大的未开发铁矿，存量的部分、储量的部分至少是30亿吨，所以大家就把这件事情视为是大陆正在为下一场硬仗做一个长远的布局。那么为什么中国想要做这样的布局？原因就是因为它虽然是全球最大的铁矿买家，但是长期都被澳洲跟巴西2大巨头牵着鼻子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决定定价，他们可以决定出价，话语权全部都掌握在这些国家手里。但是现在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大陆变成了一个掌局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中国大陆正式出手投资的这个参与开发的西非几内亚的西芒度铁路矿区已经正式的全面贯通了。它有哪一些很重要的资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比较细部的解读。它是位在这个西非几内亚的东南部，跨越了密集的这个高原丛林当中。那么刚刚提到了30亿吨都是这些比较高品质的铁矿石，而且这个地方拥有全球最优质的铁矿，也是最大的未开发铁矿区。那么预计呢，主要的开发方会由这个英国的力拓公司跟大陆的公司一起来做合资开发，首批预计可以在今年底就来出货了，产能现在已经开出来了，已经有一个规划量，30个月内年产量升至6000万吨。为什么这么重要？中国出手这个西芒度铁路，可以改写全球铁矿游戏规则吗？它会是继稀土之后大陆第2张重要的国际王牌吗？舰长怎么看？我们以前一直听说中国大陆稀土多么的厉害，还有它的制造业怎么样的强大哦。我们只是听一些数据而已。我直到今天看完这个消息以后，新闻以后，才突然第一次领略到，我的天哪，原来他们是这样的不可超越。我现在先讲这里的这个矿哦，这个矿叫做西芒度，很奇怪的一个，它有这个1950年哦，70多年前就发现那里有一个很特殊的矿，很大，然后大概隔了10几年就知道它是全界在第2大的，它有30亿吨，全界第1大是澳洲48亿吨，第3大是巴西29亿吨，它在中间，但是它的含铁量非常的好，就是它的纯度到了66%到68%。澳洲的铁砂是全界最棒的哦，在这之前，澳洲的铁砂才能够制造最高等的那种钢。它的含铁量是53到62，你就知道差了这么多，差了将近18左右。好，这样子完毕之后，那么长的时间，你们为什么不去开发呢？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人去投资，然后一直到现在，那个经营权转来转去，一下子卖给苑老师，苑老师花了25亿，一下又卖给思敏花了30几，又卖了什么3级，一直到现在都没动。后来到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铝业才第一次去那里，然后投资的就是这个力拓这个公司，他投资了13.5亿，他取得了47%的这个股权。然后完毕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中国铝业中铝，我们叫中铝跟力拓一起在中国，你也要政府同意啊。然后在这里那个新几内亚政府要同意，他们这样隆到了2024年哦，把所有的前置作业做完了。设计图也同步画完了，
然后他们在1年之内，1年从年初到年底，他们把这整个的基建全部做完。这中间包含什么？我说给大家听哦。第一个，他建了一条铁路长600公里，他沿途跨越，他那个山起起伏伏的，你知不知道？那为什么以前人家不做？因为那个太难了，太难了！你要怎么建这么多桥？300多座桥，然后还有港口，还有矿场的这样的，哇，这个工程非常之大。好，那时候开始做，他们1年做，然后当中外国人这样子讲，他们在那现场看，他说哦，他们到今天才知道中国的经济这么厉害。他们中间有一座桥，长度是307公尺，那很长啊，307米，高度28米，哇！你想想看，这是7层楼、8层楼的高度这样子，1个月就做完了。基建狂魔，就所有人说哇，怎么这么厉害？然后2025年的9月，就是上个月，他们第一次开始运了这个矿砂出去。你就从这知道，你知道，不是说你有一个矿哦，你就能够把它做得很好的，因为那个矿不是说就在台北市旁边，叫阳明山多好，对不对？一下就运出去了。它那个地方可能是很荒废的地方，还有什么高山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样打通这条路？你要怎么样做这个基建？然后怎么样去采这些东西？那中国现在有了，不单是有液价权，你知道，全世界品质最高的铁砂，中国占有47%，然后它可以制造出品质最优的钢，你就知道中国一下子战略的整个的都做了一些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去谈判，它有更好的钢，它可以做更精密的科技。好，所以掌握到了这个西非最大的这个矿区哦，等于说中国大陆也掌握了整个铁矿在国际的地位，还包括它的议价权。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金融战的延伸。因为过去其实做这些铁矿砂的这个交易的时候，都是用美元来做交易，但是呢，这一回是中国大陆用人民币来做一个结算的制度正式的启动，也就是有看到几家矿业的合作，包括中国跟澳洲的矿业巨头这一家必和必拓签署了协议，接下来是用人民币来做这个结算。另外，巴西的这一家叫淡水河谷，还有澳英共同营运的叫力拓跟 FNG 也都是用人民币做交易，甚至做贷款等等，冲击到美元霸权。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影响、美元的影响，还有人民币结算铁矿的影响，成为市场的主导者，又有什么样的后续的可以关注的？岳老师。我们从小读地理的时候都知道，中国是个煤矿非常丰富啊，在世界的产量跟这个存量里面都是世界就超过1半以上。但中国的铁矿是极其贫狭的哈，那铁矿也不好，然后量也很少，大概只有在全世界占2%-3%而已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中国从澳洲进口大量的铁矿石进行提炼啊，因为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是那个这个西非几内亚的那边的这什么那个他们的西芒杜的这个铁矿的品质非常好啊，这个我们不用多讲。但是从澳洲来讲的话也不差，但是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完全是被绑架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有一个地方讲说，知道中国要发展基建，必须要用很多的钢铁，必须要自己提炼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所有的国际市场中采购的价格最高的就是对中国的价格。那个时候的价格搞到129块美金啊，就1吨啊，什么这种情况下，就情况的发生。那中国慢慢的话呢，有3个原因啊，他非常强调啊，所以自己的话呢，就跟必和必拓了，直接要求啊，就是说，要不然我们不要买了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市场大。市场大就是老大啊！你像美国大豆一样，那个中国不买，美国大豆能天天闹，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刚刚提到巴西啊什么的，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在巴西的话呢，整个南美洲的横贯的铁路送到秘鲁的这个前海港已经出来了啊，所以说这巴西的这个铁矿源源不绝就可以运过来，而且的话呢，还比原来的航程少了20多天啊。那么这个也是第二个理由。那第3个理由的话呢，就是这个西芒杜了啊，就是说大陆已经就是牢牢巩固了、掌握了这个铁矿里面的这个来源，可以不跟澳洲买，澳洲又贵啊。那其他的话呢，这个大陆对于跟澳洲买的时候呢，也只有一个要求，就要用人民币来结算。那澳洲基本上的话呢，经过一段的努力以后呢，像力拓、FMG 他们都答应了，那现在的必和必拓也答应了用人民币来结算。我跟你讲，以前有石油美元，现在有铁矿美元。好，铁矿美元，那干哥又怎么看哦？会成为继稀土之后，中国大陆第2张很重要的王牌吗？60年来，我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买家，我没有议价权呢。东西都是我在买的，我的进口量是最大的。澳洲你是看我吃饭的，我不能讲话，我不能说我们可不可以因为这个疫情要干嘛的啊？我们这个价钱我们可以商量一下，不行的。奇怪了，中国作为最大的铁矿进口、铁砂进口国，60年来你不能议价，
然后呢，不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一定要用美元结算。美元结算这个铁矿砂是它占了80%的全球的市场，那是没有错。可是问题是我今天好像完全没有发言权。大家仔细看哦，西芒杜这个矿砂厂开发出来之后，它的效应会越来越大，会有点类似像稀土的效应，就是说，西芒杜现在我跟西非几内亚签约了，那你能够提供更好的价钱，或是更好的离岸价，或是更好的交通便利的因素吗？没有，中国提供的最好，所以中国也支持你的基础建设，而且悄悄的做。刚才舰长讲，你做的时候都没有人看到，等到他把东西弄出去的时候，你才发现他竟然可以一年可以供应6000万吨。所以现在我可以议价了，中国现在可以议价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我都靠必拓啊、力拓啊、拜托啊，对，跟这些公司我们都要讲好。然后现在如果还不够，我们跟巴西啊那个淡水河谷再买一点。现在是巴西的淡水河谷、力拓、必拓，因为必拓是澳洲最大的，是澳洲最大的公司，这些公司全部都答应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西芒杜。就是因为我弄的西芒。而且他们有听到风声，但他不知道中国的规模有多大。现在约都签了，然后公司都盖好了，然后港口都弄出来了，你才知道说现在我不看你吃饭了。而且我现在最重要一点，我要用人民币结算，你们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这全球3大其中2大是在澳洲嘛，还有一个是巴西的淡水河谷。这3大矿场他们都同意，为什么？同意用人民币来结算的，所以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当然，美元还是强势货币，可是因为在铁矿砂这一部分，中国的发言权现在已经是最大。那你将来都用美元来计算的话，那对于人民币，它将来在市场上以及在世界的发言权上面，其实这个是亦步亦趋的，慢慢的，你会发现到人民币在世界的贸易市场上，它的流通的程度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高，总有一天它会慢慢取代美元的市场货币地位。刚落幕的这个川习会那这一次亚洲非常的热闹。除了川习会之外呢，在这个韩国庆州主办的 APEC 峰会也在10月31号这一天是正式展开了。我们看到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他上任以来呢接待的第一个国际大场面那李在明这一次呢也亲迎了21个会员国的领导人包含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上演了一个相见欢了。那么习主席呢也是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发表了5点的建议。我们看到共同维护多边的贸易体制，共同营造开放型的区域经济环境等等的这些，主要都是在讲一些比较大格局的场面话啦。但是有一个很重点共同维护所以他一直想创造整个亚洲共赢的一个感觉。那其次就是呢，这个川普这一次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他立刻就坐上空军1号回美国去了，所以把这个大场面留给了习近平。那川普不在，可以说这次的 APEC 峰会这个最重磅的外籍来宾呢，那就是习主席了。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次他们中国大陆想要在亚太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还有特别重点拉拢哪一些国家，趁着川普不在。我们这个先请尚志哥来分享你的观察。我想确实是在这个 APEC 的会议当中，一旦川普不在的时候，整个主场，尤其这又是亚太经合会在对于整个亚洲的总体的这个塑造也好，整体的愿景也好，当然还是以中国乃至于习近平的意志来确定这一点。所以他这次在 APEC 当中提到的，我刚刚剑桥介绍的这个5个重点，对，看起来其实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个硬邦邦的东西，可我必须得说这里头其实描述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习近平试着在表达一个所谓开放的亚太经济环境。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无论在美国或各方面来讲，现在所谓的这种孤立主义蔓延在整个全世界的经济状况，以美国为首，那么包括关税等等各方面这样子的冲撞，让所有的地区或国家单单在保护自己，甚至在寻求自己的这种
竞争力的本身作为对抗的资本。那这个时候，其实所谓过去长久以来对于经济开放，特别是在 APEC 对于亚洲国家，包括对中国这几十年来产生的效益，其实慢慢被遗忘了。所以习近平在这讲话当中有特别描述了这个部分现在整体的全世界的风险，以及包括这100年来对于亚洲国家当中非常重要的机会。因此，当他描述这个开放亚太经济的这个格局跟状况的时候，他整个谈话里头并没有那种负面点名或者在暗示美国啊或其他国家的这些不是，而只是很专心的描绘哈。我想这里头很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中国大陆刚好才在先前上个星期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部分对于“15+5”的未来中国大陆建设的这个5年计划当中的建议哈，这2万多字。轮廓框架都出来了。其实我们在看到现在习近平在 APEC 当中所提出的这个建议里头，基本上完完全全衔接了中国大陆其实15+5的这个部分的经济的架构，所以他也在这里头提到中国大陆的所谓的未来的自由贸易区，以及这种开放性是会由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示范。那这里头当然就描述了跟所谓的亚洲地区为主或全世界的自由贸易的不只是一个愿景理念共同性，乃至中国现在刚好这个15+5刚宣布的东西，很具体的，包括像海南我们所知道的，都可能会在未来整个亚太开放经济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我想这里头究竟是要一个营造一个氛围呢？究竟只是要说的一些要跟美国过往的这种孤立主义来做一个对比呢？也许在谋略上都有，但至少在场面上来讲，在这次没有川普的这个个人风格之后，正式的用一个经济思路或国家经济思路去推广、去描绘一个未来亚太各国当中相处的一个具体的愿景。我想习近平需要用这种理性来拉拢，不再是用过去美国那些这种又有高压又有棒子又有萝卜的过去传统的权力方式来拉拢。好，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见面3分情啊，所以借由这次 APEC 峰会，这个习近平可以在韩国一次见到非常多整个全亚洲重要的这种重磅级人士。那川普这边是先走一步了嘛，回去美国。那纽约的帕克战略咨询公司其中一位专家肖恩金，他就认为川普这次走得太快了，都把舞台留给习近平了。哪怕你开完会，你就算不继续留下来这个参加 APEC， 你好歹双方声明一下嘛，然后也要特别说个话说啊，我虽然人已经不在南韩了，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盟友，我们美国精神人与他们同在一起之类的嘛，这个场面话也没有说。然后呢，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这个专家古德曼就分析习近平这一次就利用这次 APEC 的做球，他希望把中国跟他本人塑造成这个亚太地区真正的领导者。我们从种种的外交动作来看，川普这一次走得那么快，会让美国失去哪些这个战略契机？我们说，你连这个趁机保干净的机会都失去了。杨老师，他就是川普啊，这是他的风格，这是他的做事的方式，他以利益为依归，他以实际的效益为主要的考量。那不觉得这种所谓的大败型的这种 APEC 的领袖峰会，对于他个人的外交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反而要花时间跟这么多领袖，也许一起合照、分开合照，那会不会有别的领袖要求跟你进行双边会谈？这个都是过去参加 APEC 领袖高峰会所有的领袖都会做的事情，包含我们台湾的这个领袖代表，这一次是林信义先生，他也会去安排一些双边，然后呢多边的一些场合，然后出席一些会议。川普根本不在乎，他觉得根本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媒体会分散啊。虽然他走到哪里一定都是媒体焦点是没错，但是分散的情况之下，他似乎得不到美国他觉得对他有帮助的外交的利益跟媒体的报道，这是他的风格。然而其实刚才尚志兄讲的也没错。那我们在学术界把它叫，在90年代的时候当 APEC 开始慢慢的受到重视的时候，有2股力量，一个叫做亚太主义，一个叫做亚洲主义。其实简单的讲，亚太因为有太平洋，对，也就太平洋两端，也就是把美国也包容进来，在东亚叫做亚太主义，所以我们后来就叫亚太。那当然到了拜登的时候呢，扩充到印太。亚洲主义其实就是把美国排除在外，是这2股力量不断的在拉扯。那你就看到后来 TPP 跟 RCEP 就有点这样子情况。结果川普上来之后退出 TPP， 使得 TPP 很尴尬的马上转变成为 CPTPP。
那你现在看到亚洲的经济一体化都是以 RCEP 为主，所以在这一次，川普大概也觉得亚太主义在 APEC 在亚洲其实已经消退了，也是事实。因此你在这边多留下来，只不过也是一个外交的场合，媒体的报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意。所以你说他的风格是如此，但就实际上，其实美国在亚洲的亚太主义的影响力其实是与日递减啊。那这一次这个全球大人物齐聚一堂，我们也观察到，都是这个男性的领袖之外呢，其实有一个人万绿丛中一点红，是谁呢？就是这个日本的新首相高市早苗。他的一些跟领袖们的互动其实蛮有趣的。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先在日本跟川普会面的时候，挽着他的这个手哦，然后呢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两个人还去吃了一顿这个私密的午餐。所以高市早苗其实上任以来哦，他许多的动作可以值得观察。那特别的就是呢，这一次高市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其实中日的官员就先动起来了。我们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他先跟这个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呢，他们聚焦在北京的一些稀土管制，还有福岛县周边这个水产线路输入到中国限制的议题哦。他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呢，高市跟他的内阁想一举化解可能之前其他几个首相跟中国处的不太开心的一些议题上啊，希望高市这边能够化解，把一些矛盾处理掉。那 APEC 这个峰会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会嘛？目前看起来高市做的怎么样？张俊宇觉得？其实这次的 APEC 峰会，我相信想要见习近平的各国领袖非常的多。对，除了昨天我们看到的川普之外，那现在来讲，最急的跟习近平见面的，应该就是高市早苗，因为他是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哈。那这个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也当然是必然的了。除此之外，据我了解，还有加拿大总理哈，他也希望说能够跟川普见到面，因为现在加拿大很多的产品来讲，中国也对他做了管制跟不再采购哈，比如说菜籽油等等这方面。但我认为说高市，因为之前到现在为止他当选首相以后，我们从一个指标看得出来，就是习近平并没有发贺电给他所以代表他之前来讲，中国对他还是抱有很大的这种，就是对他的而后的态度还是在观察之中，还是在观察之中你到底会怎么样？因为之前他极右派的标签贴得蛮鲜明的，尤其是他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事情。我相信不只是习近平包括中国很多的民众来讲的话，也没办法接受高市早苗这种极右派，而且是甚至有仇中的心态从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个中日两国，当然我们希望整个在亚洲地区能够和平和谐。对。但是这个日本毕竟来讲的话，他如果说是他一直想要恢复到他军国主义的这种作为来讲的话。在历史上面，他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等这些事情，我想中国民族来讲的话是绝对没办法接受的。所以你说，我相信这次来讲的话，习近平跟高市两个人现在来讲最新的消息是，这个他们两个并没有参加 APEC 午餐会而单缺席。那大家媒体就揣测他们两个是不是私底下去见面了。当然你说他们两个去私密参会，我觉得这有一点这个言过其实了。毕竟我想习近平绝对不像川普一样就是习近平应该是很稳重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风范，不会跟川普一样这个又搂又抱的，然后这个应该是不至于。但是我相信这种动作代表说是习近平跟高市两个一定有很多的这个议题要说，包括到整个日本要不要修改它的安保3要件要不要恢复它的军国主义，要不要这个再跟美国采购所谓攻击型的武器，还有日本自己希望说是能够发展它的军工产业，那这个是国防安全方面。那在经济议题方面来讲的话，我想说稀土来讲，这个大陆应该跟全世界做法都一样了，就是说这个解除这个管制1年的时间，应该会继续供给日本这个它产业所需要稀土，但是它一定会这个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就是你要买多少，你用多少，我一定要追踪给你。你知道吗？稀土这一项来讲的话，日本是大量的囤货，它1年譬如说要用10吨来讲，它可能囤到500吨那么多，所以它是囤货的。所以呢，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对稀土它一定会说我会供给你，可是供给你的这种审批来讲的话，你需要多少数量，
你一定要如实来讲，它不会让它存货。那日本会不会借这个机会大量存货，这是有待观察的。那我认为说是福岛的这种核污染的这个水产品来讲的话，中国这方面是不可能会放的哈。那之前来讲，几个首相都没有放，何况是高市早苗。那在中国来讲，对他还抱着一种就观望的态度来讲的话，短时间是不会忘。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两国见面还会谈一个话题哈，就是钓鱼台的话题，应该也会在这方面来做这个讨论哈。因为钓鱼台毕竟是中国的领土嘛，那中国来讲，现在来讲几乎每天海警船哈也都在那边巡查。我想高市在这方面也会跟习近平做一个讨论。了解。好，那说到这个中日，如果要把这个丑话先说在前面了，那绝对还会有军武的这一个议题啊，军事议题。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就跟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一场会谈里面赫格塞斯就警告中国构成严峻的区域安全威胁。那小泉也是说，是，所以呢，日本的这个防卫费啊，占 GDP 提升至2%的这个政府目标呢，他们希望要来提前实施。原本是2027年，希望尽早到2025年就要来做这件事情，并且也要修正刚才将军有提到的这个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些文件啊。所以呢，国防这边看到美国这样推着日本，要求你摆出更强硬的对中的这个军事姿态，我们要维持第一岛链这样同仇敌忾的感觉。但是高市早苗就像刚刚提到，他有很多议题想要解决啊，水产品，然后一些土地、钓鱼台种种之类的。那现在这边他的这个防卫相又在跟赫格塞斯这样子同仇敌忾，那他的平衡外交究竟要怎么做？所以这次 APEC 的契机，张教授认为美中日的三方关系，你觉得值得留意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高市早苗他有意缓和中国大陆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毕竟有多方面的考量跟压力。对，比如说尤其是经济，因为中国大陆跟日本这个双边的贸易是第2大，当然，因为日本跟美国是最大的贸易，但是现在问题是美国对日本实施关税战啊，他要去找一个替代的市场、替代的对象是往哪里找？中国大陆，因为它是第2嘛。对。在去年2024年，日本对中国大陆出超40亿美元，他赚了，但是他对美国那个日本的这个我们讲出超啊，685亿美元，你看那么多，巨大的差别。对他现在往哪边去补？因为他现在打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关税15%啊，所以日本很多压力，日本还要买美国的稻米、美国的汽车等等这些产品，那所以日本是不是这样？那你要找替代市场、替代出口啊？中国大陆，这个时候不能中国大陆搞僵。第二个，我们来看日本近年它的自从疫后它的观光客回流出来了，很多中国客去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加上香港、澳门是一年是1060万观光客，是全世界最多，遥遥领先。第2名韩国是。那这样的话，这个观光客市场重不重要？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好，观光客就会多。如果因为搞不好，意思是那个中国大陆我们讲到的。这个民族主义会鼓动，一鼓动，整个观光会下掉。那这样的话，对日本的观光事业、观光产业是会有影响的。第3个，我们来看呢，就是要在区域安全，我们叫做地缘战略。地缘战略，我们知道日本的这对象不是光中国大陆北韩它是面对的3大核武国家，第一个俄罗斯，核武强权呐，那个再来北韩核武强权呐，中国大陆核武强权呐，日本什么核武都没有。你看他面对这个，不要搞那么多的怼敌人了，跟中国大陆稍微缓降，因为毕竟。跟俄罗斯打过我们叫日俄战争，打过2战，那跟韩国也不好谈，都不好弄，那就跟中国大陆习近平好谈一点，对，跟中国大陆相对缓和一点，对日本来看是比较有利的。第3个，我们来看日本呢衰落40年，1985年的9月，我们叫做广场协议，日本整个的经济就泡沫，没错，一直到现在2025年。那经济泡沫到现在为止，又是变成好像第2波的广场协议，因为就是关税战的关系。那你这样子玩下去的话，对日本的整个国力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经济压力。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国防压力。为什么？美国要求日本要到达 GDP 的2%，对，这个国防预算，而且今年就要到达，变成这个日本压力大不大？大。这边有关税战，这边又有这个要国防预算要增加到GDP 的2%，日本当然赶快做调整啊，不要老是。一直压单边啊，所以我认为日本是因为来自于美国的军事这个方面的采购的压力，跟经济上关税的压力，它不得不缓和跟中国大陆这边的关系。是因为对日本的经济来看，对日本的观光客来看，还对日本的区域安全来看，
都会有一些帮助。川普现在在亚洲行哦，结束了马来西亚之后，我们要来看到他现在目前呢还没有抵达北京，但是中国大陆的稀土战打得如火如荼，甚至让美方可以说是乱了手脚。我们来看到这一次这个贝森特的一个最新谈话，美国财长说，确实现在第5轮的美中的这个经贸谈判，双方其实进行的，他是形容谈得很好哦，并且说有一些实质性的框架协议了。美国不会对大陆加征100%的关税，换取的是中国在稀土上面的让步，并且恢复。他说了，大豆上也会来正式的恢复采购，听起来是双赢，但是有人解读这个是不是美国被迫低头呢？原因是稀土还是美国科技跟国防的一个重要命脉，从美国的 F-35战机到它的这个导弹、导航的晶片，到 AI 伺服器，甚至是电动车都需要稀土哦。而大陆它掌握了60%的稀土的量产跟精炼技术达到了90%，所以川普这时候赶快急着求着其他的国家一起来做稀土，包括刚刚提到的澳洲签下85亿美元的关键矿产合作案。而在这一次他特别访问东协国家，也拉拢了这个3个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跟柬埔寨一起来个别签订协议，希望一起来做稀土，分散对于大陆供应链的一个高度依赖。但是讽刺的事情是，这个协议都跟东协都还没有正式的先生效哦。贝森特已经正式的宣布了，美国不会考虑提高关税，为的就是换取大陆的稀土出口管制哦。所以我们这一个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川普这一次的亚洲行，究竟是贸易谈判还是一个外交上面的投降？美中到底在这一次双方谈判上有没有达成一些比较实质的成果？杨老师怎么看？相当实质啊，因为很具体嘛，但是不是任何川普所说的一次性解决，没有。我的解读就是双方打延长赛了。那打延长赛，讲句实在话，其实对谁比较有利？我认为当然对中国大陆比较有利。首先呢，既不是美国贵，也不是中国大陆退让，因为美国这个100%本来就不可能真的实施下去。4月份的时候，他就曾经威胁到145到245，后来1个月之内他就降，因为会打到他自己的经济。所以当10月9号中国大陆提出稀土管制的时候，川普一度威胁我要额外加100%，不到1天他就tackle，对，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可是他要把它加上去，然后呢他又加上一些其他的电脑软体，还有呢9月份的时候碰到了就是所谓的延伸管辖、常备管辖，后来发生安氏半导体的这个案件。那我觉得，川普其实在这个取消100%里面不只是如此，因为贝森特还没有讲完整。我们现在只是看到贝森特在电视上讲的话，确实内容还不完整。可是呢，它里面有提到，为了要维持中美贸易平衡，它可能会增加对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出口。这什么意思？这可能有一些会解禁。就过去举例而言，是不是英伟达的这个芯片，还是电脑软体 EDA？这个都可能会在这个里面。对中国大陆而言，有人会觉得，这个稀土不是要打得让美国趴不下来吗？不过不要忘记中国大陆并不是禁止稀土出口，所以我们这边讲封锁是不对的，它只不过是说照管制。那可是这里面比较这个严苛的就是，针对如果要用在高端晶片的这些呢，它可能要逐案审批。还有也就是0.1%的稀土价值含在任何的商品里面，它也要审批。那这个东西就会打得比较重。可是我讲句实在话，当中国大陆说，稀土延后1年实施，可是你看到10月9号，它一切都端出来了。第一个，事实层面，稀土还是中国主要生产90%以上。第二个，当中国大陆把这些管制的规定都端出来之后说是说1年后实施，可是这1年哪一个中国的企业，哪一个外国企业会不遵守这些规定？他还是可以照这些规定做。那大概真的可能会延后的就是，大家可能要用那个中文软体去登记，可以延后了。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呢，其实是中国反而是用稀土换来了延长赛的这个空间跟时间，也就是什么，让中国在技术突破或在电脑软体的发展在这些层面呢，它更有这个时间去因应。那美国如果从战略层面而言的话，美国就表示它已经没有筹码，是，也就是说它要用退让的方式。
团出一个大家都知道他不可能做，但是呢，换得了1年，听起来好像是说得了1年，但是对美国而言，只不过是要面对更难的挑战，而中国后面它的筹码跟它的谈判的这个空间呢，会更大的。好，我们现在看到美国针对稀土现在退让哦，那等于说是换取了1年的空间。那也趁这个时候，川普携手其他的国家，不管是澳洲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东协3国，一起希望能够做稀土，这样就能够在稀土战拼过中国吗？委员又怎么看？这个不是拼不拼过中国的问题啊，因为美国第一个它没有提炼的产业链，也没有提炼的技术。你光挖矿，你是挖矿工人吗？还是稀土的产业？这2个差距太远了。比如说，美国最大的这些稀土矿的业者叫 MP Material， 它拥有美国最大的稀土矿，可是它经过美国国防部给它一大笔钱，它恢复施工了以后，结果挖出来的东西无法提炼，还是送到中国大陆去提炼。而且中国大陆还经常爱理不理的慢慢就排班吧，这个就是美国的窘境。你今天跟澳洲签约，或者跟马来西亚签约，问题他们通通没有提炼产业的技术跟产能，设备也没有，那些设备跟技术都是中国独门生意发展出来的。那你做不到这一点，你要所谓替代中国，这个叫缘木求鱼。不过这次的谈判还没有完整的揭露在外界。对，在前面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提到了说2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哇！美国终于承认中国是跟他一样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再来，他说双方面应该平等以及相互尊重。我老天，我第一次听到说美国人啊会用平等对待人家，第一次听到美国人说要尊重人家。在美国里面，对其他国家只有上对下，强对弱，从来没有什么平不平等以及尊不尊重。尊重就是凡事先商量。平等就是不把你看得比我差。那现在2国这种态度摆出来的话，美国在态度上相当温和，不过在实质让步上面，因为还没有公布完整的内容，我们很难据下判断。这句话怎么说？中国本来是因应它的很多乱七八糟的管制，才推出稀土管制。现在延后1年实施。虽然刚才有杨教授讲的什么0.1% 了，那依照这个语义也要1年以后才实施。那换到什么？没换到什么而且我还要买大豆，以免这个贝森特这个大豆农民会失业。所以中国让步买大豆同时让步延缓实施这个稀土的出口管制，然后换到的只是美国后来加上来这100% 的关税，这没得到什么啊？没换到什么啊？这个是中国看起来表面上也许它还有别的东西，但至少从贝森特以及所发布出来的这么一个框架，中国是让步的。那为什么要让步？不知道，我们可能要等几天再看得出来说，美国有没有在其他的管制方面啊、制裁取消啊等等。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表示中国单方面让步，那这个可能大陆老百姓会不会接受？我是存疑的。尤其是当中美2国已经打得这么热络了，对还要什么关键软体啊，还要这个什么飞机零组件啊等等，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再看看吧，不要这么急的据下判断说中美2国谁让步比较大。好，谁让步还不知道，因为毕竟这个谈判第5轮的中美之间的谈判才刚结束，所以细节内容在这几天的这个新闻上，我们会持续的帮观众朋友来做关注。刚刚讲到了大陆手中的2个筹码重点之一，除了稀土之外就是大豆了。确实，这一次美国财长贝森特他自己在电视上面亲口说：“我本人就是大豆农民，中国拒买美国的大豆让我非常的痛苦。”那确实呢，我们看到近期中国大陆从这个不管是阿根廷啊，或者是巴西来做大量采购，造成美国的豆仓。上次我们看到了嘛，这个因为豆子太多了，所以整个爆满之后还爆裂哦，那价格也暴跌。川普当时从制裁中国，现在已经变成说互相平等，互相可以做谈判。如今是求中国买豆，舰长您如何看中国大陆的这一局针对美豆？首先要知道，这个大豆不是说我现在开始买我就能够补足去年的那个分量。我们假如把2024年，好比说中国大陆买这么多的大豆它采购到今年的9月份，它已经买了82%了。
那他在这段时间，他少向美国买了多少呢？他少向美国买了2090吨的大豆，就是说他去找巴西、阿根廷。所以现在我就算转过头去向美国去买好了，他不可能把所有这些都补齐，因为他去年的分量，如果说买的跟去年一样，他只剩下1800多吨，就我全部跟美国买也补不足，而且到现在那是9月，现在又到了10月，中国大陆到底买了多少？那还要最新的数字出来才知道。就是我就算去找美国去买，也不见得补得足去年美国所采购的这个量，所以这是一个。这是第二个，就是中美贸易谈判，尤其是跟美国谈判，你就知道任何东西只是暂时性的。对。好，现在好像很顺利，怎么样？可能再隔2个礼拜，川普又一个什么不高兴，又怎么样，然后又开始了。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止血，它绝对不是一个政策的解决。是，这是第一个。那至于他是不是在为下一轮谈判布局，我觉得是这样。所有的谈判其实都在看，不是我跟你谈判，我们都在看双方的牌嘛。你有什么牌，我有什么牌。你没有牌，那我只有任人宰割。那这个牌这中间又有一个分的，一个是致命的，一个是不是致命的。好比说我们2个打仗，我有一大堆武器，我告诉我有 F-16，我有 M1A2，我有什么战舰，你只要告诉我一样东西，我就知道我说。你说我有一颗核弹，那我知道不能。有些东西是致命的，有些东西是让你觉得难受的。对。那整个我看中美双方现在所有施出的这个牌，像大豆，它只会让美国难受而已。它不会致命，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致命的，那个就是叫稀土。稀土只要中国卡死，美国是过不下去的。它不可能10年的军工哦，就是说停摆。然后我现在来看，我不要说讲得很细，我现在去分析一下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哦，最后中国一定胜。它的原因有4个，第一个原因就是稀土的原因，因为只有它有致命的，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是中国致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团结的国家，而且美国的分裂不是说民主跟共和2党分裂，是它政府里面就有一个叫做什么建制的一个政府，那个建制的政府现在在跟川普政府是在作对的。那第3个就是一个是兼职的，一个是业余，一个是职业。中国所有谈判的都是这个职业的，美国都是你看像贝森特原来在干嘛，他是业余的。第4个就是中国因为它的体制的问题。所有的官员都是一个很长远的战略规划，可是美国只看这几年，川普就看他这3年，他不会看很远，所以就这4个原因，中国拉长看他一定会赢。